大家上午好，今天是6月23号。那么今天上午我们聊到第一个品种来自于咱们的粉丝约稿，主要想了解一下美股超微半导体的整体波浪走势。那么从我目前的观点我来看的话，当前是处于大级别的一个调整浪当中。那这个调整浪按照波浪理论的预期，它也是应该出现一个三波的走势。那么目前从相对的低位$76左右开始向上，从月线级别来看，它仅仅只能定义为它是一个反弹的一个大避浪。好，下来我们从细节来挖掘这一次这个美股超微半导体当中的波浪结构以及它后期存在的一些机会。这只股票上市的时间非常长，是1973年那截止现在也是50多年了。那么在这50多年里面，整体走势它是完成了一个大一浪，然后又完成了一个三波调整的一个回撤B浪。B浪结束的低点大致是位于1.61美元。那从这个1.61美元一口气涨到了227.30，这一整波走势它是完成了一个大三浪的一个运行。那这当中它的内部结构分别走出了三浪一、三浪二、三浪三、三浪四，以及最后一个三浪五。那在这当中的三浪三内部，依然可以清晰的数出五波形态，分别是子浪一、子浪二、子浪三、子浪四、子浪五。那在这个大三浪结束之后那就意味着新一轮的调整将要出现了。大二浪，这里是大三浪。意味着从这个高点227.30向下的回撤，它就属于大级别的大四浪走势。我们先看一下它整体回撤的一个幅度，同样我们用黄金分割拉取整波的一个比例关系，可以看到这次大四浪当中的第一次回撤，它是已经调整到了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附近，也就是 87.20 美元。但是这里就有出现了一个新的疑问，我们首先再回过头看一下大二浪的一个调整时间跨度。大二浪的起始是在2000年的6月份，一直运行到了15年的8月份，也就是说这一次大二浪调整它整整用时是15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大四浪调整截止到现在的话，它起始的时间是2024年的3月份，那截止现在整体运行时间也就是1年3个月的时间。那明显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调整的幅度我们看已经够了，但是调整的时间远远不够。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前期从227跌到了这个低点 76.48， 应该是仅仅完成了大四浪当中的 A 浪。当前从 76.48 向上的反弹，它是在运行这个 B 浪。那由于前期刚才说过大二浪它整体的时间跨度是将近15年时间，那从以上的结论可以看出，这个 B 浪反弹后期走势会异常的复杂。下来我们再切换到周线图。周线图我们首先研判一下这波 A 浪的下跌一个形态。那这个 A 浪下跌它内部也是一个三波走势，这当中在 A 浪当中的第二波，也就是 A 浪 B 的反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走出了一个 ABC， 整体构成了一个 A 浪 B AB， 并且这个 B 浪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 B 浪子浪 B， 因为它出现了一个弱势形态，其中的子浪 B 它是向下跌破了之前 A 浪的一个起点位置。那么在日常的交易当中或行情当中的话，这种弱势形态也是经常会出现的，但是整体它的内部形态应该是一个三波走势。好了，那么当前我们对于 A 浪整体的下跌走势结构已经全部分解完了，它就是一个所谓的三波形态。下跌的第一波 A 浪 A 反弹的 A 浪 B 以及最后一波下跌 A 浪 C， 整体构成了这个大 A 浪。那目前就是运行在这个大 B 浪当中。那这里我们还是首先拉一下黄金分割。黄金分割我们可以看到，从 76.48 当前向上的运行，它是已经临近了这个 0.382 的压力位，也就是134美元，并且从日线结构当中，此处走出了一个五波推动形态那说明此处的第一波反弹
这里应该是一个，如果按照我刚才所说的，这里的 B 浪反弹会异常复杂的话，那么这一次的5波向上形态走出的这第一波，大概率这是一个 B 浪 A 杠1，或者说是 B 浪 A 杠 A， 更准确一些。如果这里是反弹的 B 浪 A 杠 A， 那么也就意味着此处反弹之后大概率会出现一波深幅回撤，也就是完成 B 浪 A 杠 B， 这里调整结束才会再次启动向上的一波走势来完成这个 B 浪 A 杠 C， 届时整体的第一波 B 浪 A 才能全部运行完毕，B 浪 A 才能全部运行完毕，后期可能向下再次出现一个3波的一个调整，完成 B 浪 B， 然后再次向上运行3波或5波的形态，来完成这个 B 浪 C。 只有这样子才能拉长这个大4浪整体它调整的一个时间跨度。所以我们通过上述的分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 B 浪反弹当中的第一波 B 浪 A 杠 A 的这个后半程，因为上方将会在很快的时间遭遇这个 0.382 的压力，也就是134，盘中可能会刺穿，但是直接突破继续向上的概率微乎其微。下来我们说一下它主要微乎其微的一个原因。这里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如果大家有其他好的品种，也可以继续分享给我们。那后期我们也是通过波浪结构的分解以及形态的分析，那么找出当中的关键节点或者是它经典的形态，然后我们以视频的形式分享给大家。刚才说了 B 浪 A 杠 A 它内部是一个5波形态，这里我们切换到天图就能看得非常清晰。1、2、3、4、5，这个5波形态就应该构成了 B 浪 A 杠 A。 那这里我们同样还是借助一下波浪尺，看一下当前这个红色段的子浪3和子浪5的一个比例关系。刚才所说的一个压力位是周线级别的134美元咱们这里也说过，它有可能会盘中刺穿一下。那么如果刺穿了134，那下一个压力位大致会位于144到146.4这个区域。那通过日线和周线的梳理，我们大概就知道了，目前我们是处于 B 浪 A 杠 A 的末端因为整体的这一次反弹它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它也需要时间不断的去运行去消化。那当前来说的话，其实从目前的点位128来说，向上遭遇的压制，第一个是134，第二个是144到146，其实这个距离是非常非常的小大致就是6到16美元的一个空间，但是向下回撤的空间却比较大后期整体能看到100美元左右的一个这样一个支撑附近。那从中短线的交易来说的话，我个人建议当前的位置先不要参与。如果之前你在相对的低位有底仓的话，那后期接触到134或者更高的刚才说的那个压力位的话，也要选择逐步的去离场，等待周线级别的2次探底走势完成之后，也就是这个图中的 B 浪 A 杠 B， 它这个3波调整形态结束之后，我们再次考虑向上的一个中线波段行情，去做这个上涨当中的 B 浪 A 杠 C。 好，今天上午关于这个美股超微半导体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